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前些天附近的居民报警，说附近有好大的爆炸声。这派出所过来一看，是几个盗墓贼炸墓坑，还把自己炸伤了。哎，快看，发现这么大的墓葬群，我们有的忙了。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啊！孔给放在那边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是。 有发现，有重大发现！清风两袖，一左一壶后一点，藏满心事的物件，温润带笑的容颜，偏在这暗香一语成流连。传闻还是敷衍，在经过之后终于或是初见，未知一缘，他站在无尽的时间，守着回忆的光年。 当灵魂停止蔓延，该去何处寻人面？那看似无情的语言，铸成记忆的诗篇。光阴到头终有时，不如一如既往潜在执念。 2000年前，工匠发明魔铸法，制造青铜剑，以泥制模，雕塑各种图案、铭文，阴干后再经烧制成母模，然后再以母模制泥饭，同样阴干烧制成陶饭，融化合金，将合金浇注入陶饭饭腔里成器，脱饭后经清理、打磨加工后，即为青铜成品。这把剑的铜锡配比，让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。 代表了青铜剑铸造工艺的巅峰。这把剑看起来好锋利啊！要是拿着它上战场，一定很威风。想多了。哎，这是一柄君王守护剑，不会用来打仗。守护剑？嗯，这把剑一心护主，只有察觉到主人的性命受到威胁，才会狂性大发。老板真像是活在玄幻小说里的人啊！ 圈纵展示厅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怎样使破碎的圆形铜镜破镜重圆？展品很多嘛，关键要在圆上做文章。不过，以这个照片上的总感觉这里的古董有点眼熟。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？老板，哎，人呢？老板没跟过来呀。 老板，你怎么还在这儿看大王剑啊？尊敬的游客，因设备维修，世博今日提前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开放时间另行通知。已预约参观的门票要闭馆了，将自动取消。那我们走吧。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哎，老板，你今天怎么突然穿了外套？还用了什么香水？怪好闻的。 闭馆之后再通知馆内工作人员。哎，老板，等等我，和我说说呗，什么牌子的香水啊？哎，难道是？欢迎光临雅舍。
贵客是想要什么古董吗？年轻人，你是这里的老板？嗯。不介意的话，坐下喝一杯。为什么要给古董店取名雅舍呀？古物不能说话，他们都承载了千百年的故事，无人倾听，因此取名雅舍。啊！这句话我在很久以前听一位对古董颇有研究的前辈说过，他叫罗生，不知道他是你什么人啊？是家父。难怪。哎，冒昧问一句，令尊现在在哪儿啊？他行踪不定，上次联系还是在埃及。能不能尽快联系到他？我有急事要找他。您不妨先说说，是什么急事？也好，这事儿啊，还得从40年前说起。当时我们挖出了一把大王剑，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但随着这把剑的出现，却发生了一系列诡异事件。哎，先前有盗墓贼炸坑的时候伤到自己，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血流到棺木里染上的？如果不是令尊罗生，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当时每到夜晚，工地附近总会出现奇怪的声响，有人差点跳河自尽，却声称发现文物；有人拿刀要弄伤自己，却说自己拿的是水瓶；不少人递上辞呈，却无法离开工地范围。当年我也遇到了不寻常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正常巡逻，谁在那？喂，别跑！当我发现异常追过去的时候，我看到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是令尊救了我一命。罗生前辈，后来啊，现场也不再出现怪事。要不是我右腿由此落下残疾，我还以为那天晚上只是一场梦。你和令尊长得真的好像啊！他是我们考古队的顾问。原来罗生前辈是做古董营生，怪不得对古代这么了解。不知道前辈的店叫什么名字？雅舍。这个名字倒是很别致，是有什么含义吗？古物不能说话，他们承载了千百年的故事，无人倾听，因此取名叫雅舍。罗生前辈真是个爱惜古董之人。前辈，文物报刊载了我们这次发现的文物。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鉴定，青铜剑就是2000年前的大王剑。这把剑的现世，着实补充了我们在青铜剑方面的空白，现在可谓是举国欢腾。先别高兴太早，剑气属凶，是危险的物件，必须用特殊的方式保管，而且千万不能见血。我辜负了前辈的信任，让大王剑再次遭遇了意外。昨天晚上，大王剑外出巡展回来，工作人员放回去的时候，差点把大王剑摔到地上。我虽然接住了剑，但是也被割伤，让大王剑染上了血。我很担心，不知道这一次是否会跟40年前一样，发生什么事故。不必担心，这件事不难解决。令尊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？今晚入夜之后，你让人不要靠近大王剑展厅。哦，我已经提前通知过了。那好，你也安心回去，等明天再去查看就行。哦，你是说我？我来解决。哎，那一切都仰仗你了。哎，那不是世博的馆长吗？他来找你收古董啊？老李，
今天晚上不用巡视大王剑展厅，早点回家去吧。啊！设备还没修好啊？是啊，不过今晚过后，也许就好了。哎，好嘞，馆长您早点休息。若不是你如此珍贵，我也想天天与你相处。这是哪里传来的声音？这怎么回事？奇怪，地上怎么是湿的？血！什么声音？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40年前，考古现场就是因为大王剑的现世而发生了一连串诡异事件。我也是因为大王剑的引导，差点就……我怎么拿着大王剑？原来当年道家是受了大王剑的引诱，才发生那些事的。难道我注定要死在大王剑下？不是让你安心等着吗？怎么还是这么不听人劝？罗生，前辈，是你。千年不见，你认不得我了吗，树老？看来你已经认出我了。
现在还未到归鞘的时刻。你先回到剑中，有朝一日，我必来找你。乐生前辈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明日醒来后，你会忘记一切。馆长，你醒了。保安大叔说，大王剑展厅的设备已经修好了，今天已经正常展出了。大王剑，啊！哎，馆长，馆长，您的拐杖。馆长，你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啊？昨天晚上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总感觉我好像忘记了什么。卖核桃的明明说这是纸皮核桃，很好剥的。你要吃核桃，就要先敲碎它的外壳，再耐心挑出里面的果仁。这2个步骤，哪有一次便可以成功的？可是你看，这颗就可以轻松剥开，但这颗怎么就不行？好了，我费了这么大劲都不开，你一个眼神就这么水灵灵的开了？那之前说的2个步骤，你倒是说说有哪一步你是符合的？我说的是针对手剥核桃，而我没用手，自然用不了2个步骤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有几分道理。那你这么厉害，不如这袋子核桃你都帮我开了吧？今天只能帮你开这几颗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吃核桃的乐趣不在吃，在于你自己亲手剥出来的果仁自己吃才是最香的。这是什么道理？那你吃的核桃果仁岂不是都不香？不会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吃。那你又为什么答应帮我开这几颗？你猜。梦流连，心何处？不发一言是归无。花落归根，尘归土。不知一生后归路。有道古往今来，缘起只一念中。转头或一人间飞渡，前世际遇，应向谁诉？一世贪图，一世朝暮。莫道古往今来，缘起这一念后，怎知光阴千载与谁共赴？环狗被封印1000年，法力所剩无几。这房间里的祭坛有封印作用，正好对付他。
比起你们神兽，人类是很脆弱的。也许，你所在意的那个人，已经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你。